前几年，随着身体各项机能的慢慢退化，我开始真正体会到什么叫无能为力。过去在事业的巅峰期，我可以一天飞3个国家，倒着时差，连续参加几场充满博弈的商业谈判，甚至还能在谈判桌上始终保持头脑的高度清醒，精准捕捉对手的每一个破绽。而现在呢，稍微站得久一点，膝盖深处就会传来一阵阵酸痛，旁佛关节里的润滑油已经彻底干涸，晚上稍微睡得晚一点，或者脑子里多想了点事情，隔日整个人就像散了架一样，脑子里像塞了一团吸满水的棉花，沉重且迟钝。我发现我的牙齿开始松动了，很多以前满世界跑时最喜欢吃的美食，那些带着家乡记忆的潮汕硬菜，现在只能看着叹气，最后默默端起面前的那碗温热白粥。我的视力也不如从前曾经能一目十行看穿复杂财务报表的眼睛，现在看久了荧幕就会酸涩流泪。更可怕的是那种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你老了的生理信号。它不像商业竞争里的对手那样明火执仗，它像是一个隐形的刺客，潜伏在你的每一个关节、每一根血管里，时不时跳出来给你一击，让你产生一种深深的恐慌感。也就是在那个被恐慌感攫住的瞬间，我突然意识到一个极其荒谬的悖论。我曾经在商学院和无数公开场合教导过年轻的创业者如何做风险管理，如何做企业的10年、20年战略规划，如何为最坏的情况准备预案。但我自己竟然从来没有认真思考过、规划过我自己的老去。我们这代人把所有的聪明才智都用在了如何赚钱、如何养家、如何把子女培养成财上，却唯独忘了给自己留一份晚年企划书。在传统的华人观念里，我们总觉得养老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普通人的晚年无非就是那么几条约定俗成的退路。第一条退路，养儿防老，这是最传统的观念，跟着子女住，含饴弄孙，一家人热热闹闹的共享天伦之乐。第二条退路，花钱买服务，雇一个专业的保姆或看护，在家里无微不至的贴身照顾，维持住原有的生活质量。第三条退路，机构化养老，花重金去住条件最好、最高端的顶级养老院，享受全天候的医疗和生活保障。那时候我天真的以为，凭我手头拥有的资源和财富，这3条路对我来说都应该是轻而易举、完美无缺的。在我的商业逻辑里，只要有充足的现金流，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难题。我以为财富可以买来晚年的一切体面，甚至可以买来从容与尊严。可当我真正带着尝试的心态，用我珍贵的余生去一一撞击这3堵墙的时候，我才发现现实的残酷程度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我慢慢明白，人到晚年最昂贵的奢侈品已经不再是私人飞机或半山豪宅，而是你对生活的绝对掌控权。当你失去了这份掌控权，那种无声的委屈、尊严的流失和精神上的内耗折磨，是任何物质财富都无法弥补的。接下来，我会将我亲身试错的经历和盘托出。我希望我的故事能像一记警钟，敲醒那些还沉浸在美好幻想中的老友们。我最先尝试的，便是那条无数华人长辈毕生追求的终极梦想之路，和子女住在一起。在我的认知里，我的孩子们都很优秀，受过极好的东西方教育，也对我极其孝顺。我们之间有着深厚的血缘羁绊，同住一个屋檐下，互相有个照应，那该是多么温馨的晚年画面。于是我带着几分期盼，打包了行李，搬进了儿子的家。那是一栋位于深水湾的宽敞别墅，按理说物理空间绝对足够大，每个人都能拥有自己独立的生活区域，互不干扰。但生活在一起不到1个星期，那种无形却又无处不在的隔阂感，就像涨潮的海水一样，悄无声息却又不可抗拒地将我淹没。2代人之间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甚至连呼吸的节奏都是完全脱节的。我习惯了早起，几十年如一日，我每日清晨6点一定会准时起床，然后去打一场高尔夫球，风雨无阻。
这个习惯伴随了我大半生。可是，当整栋别墅还在沉睡时，我这个早起的习惯却成了一种原罪。为了不打扰年轻人休息，我只能像个做错事的小偷一样，轻手轻脚地在房间里活动。年纪大了，早起总想喝一杯温热的白开水，但我连去厨房倒水的步伐都得踮着脚尖，生怕杯底碰到大理石台面，发出一丁点清脆的声响，惊醒了那些昨夜加班到凌晨正在熟睡的孩子们。而到了夜幕降临，他们有他们的商业应酬，有他们习惯的社交生活。当他们带着满身疲惫和外面的喧嚣回到家时，我早已躺在床上准备入睡了。那种在同一个空间里却完全错开的时间轴，让我第一次在自己亲生孩子的家里感受到了一种深入骨髓的孤独。但在我看来，这还不是最致命的。真正让我感到难受，甚至有些窒息的，是那种无意识中透露出来的外人感与无力感。有一次周末的家庭晚餐，桌上有一道清蒸深海鱼，这种鱼肉质鲜嫩，我习惯性的想多夹一块。儿媳妇在一旁轻声但极其自然地对我说：“爸爸，这鱼胆固醇有点高，医生说您这年纪代谢慢了，您多吃点旁边的有机青菜，蔬菜对您的心血管更健康。”哪怕我是一个见惯了山海风云、习惯了喜怒不形于色的人，那一刻我的心跳还是漏了半拍。他的语气很温和，绝对没有任何恶意，完全是出于对长辈健康的关心。但我悬在半空中的筷子却僵住了，我默默地收回筷子，勉强挤出一个微笑，连声说：“好，好。”心里却像被一根极细的针狠狠扎了一下。那一晚，我看着一桌丰盛的菜肴，却觉得每一口都难以下咽。在长江实业的董事局会议上，我曾经拥有分配数百亿资金的绝对权利，但在别人规划好的餐桌上，我却连多吃一块鱼肉的权利都失去了。我变成了一个需要被严格管控风险的劣质资产。还有一次，我想用客厅的电视看一档国际财经新闻，但现在的智慧家庭系统极其复杂，好几个遥控器，各种主页和应用程序切换。我拿着遥控器按了半天，却始终停留在一个我不认识的娱乐界面。正好小孙子跑过来，我便笑着让他帮爷爷调一下。他有些不耐烦的一把夺过遥控器，一边飞快的忙抄，一边嘟囔着：“爷爷，你怎么连这个都不会？这系统太老了，现在连3岁小孩都会用语音控制啦。”那一刻，我呆呆地站在一旁，看着这个由现代科技孕育出来的智慧设备，心中产生了一种被时代彻底抛弃的巨大挫败感。很多人总爱问我，一个90多岁的老头，为什么还能精准地投资视频通讯公司？为什么能在很多人还不懂人工智能时就布局了？外界觉得我永远站在科技前沿，但在亲孙子面前，我却因为打不开一个电视节目而显得无比笨拙和多余。在女儿家短住的那段日子，情况也并没有好到哪里去。女儿很贴心，总是想方设法买顶级补品逗我开心，但女婿也有他自己繁重的商业压力。有晚，我在客厅看一档政论节目，因为听力有些退化，我不自觉地把音量调大了一些。没过多久，女婿疲惫地从书房走出来，眉头紧锁，强压着焦躁对我说：“爸，这电视声音能不能稍微小一点？我次日清晨还要主持一个非常重要的跨国并购视频会议，思路全被这声音打断了。”我连声道歉，慌乱地把声音关到最小，甚至最后直接拔掉了电视的插头。坐在黑暗安静的客厅里，我看着窗外闪烁的霓虹灯，心里涌起一种说不出的酸楚。这里是他们的家，有他们的生活节奏，有他们必须去拼搏的残酷战场。而我这个曾经自以为硬朗有用，撑起过整个家族一片天的父亲，在这里竟然成了一个需要被大家小心翼翼迁就，随时可能引发矛盾的麻烦。为了打破这种僵局，我试图通过做家务来证明自己的价值，证明自己不是一个只会吃闲饭等着被伺候的累赘。隔日一早，
趁着他们出门上班，我主动去打扫卫生，洗了地板，甚至顺手把洗手间的镜子也擦得一尘不染。然而，当女儿下班回家看到这一切时，非但没有一丝开心，反而一脸焦虑，语气急促地埋怨我：“爸，你这是干嘛呀？我们不是请了定期的清洁阿姨吗？你万一的滑摔倒了、骨折了怎么办？你老老实实待着，什么都别做，就是对我们最大的帮助了。”他的话字字句句全是出于对我的关心，但在我听来却像是一句冰冷法庭的宣判：你已经没有用了，你唯一能做的就是不要给我们添乱。那一刻，我看着干净的反光的地板，心中充满了屈辱。在他们充满活力与竞争的生活里，我像是一个被过度保护的古董瓷器，虽然身价昂贵，备受珍视，却没有任何实用价值，只能被小心翼翼地摆在角落里，静静等待着时间的落灰。经历了这些点点滴滴的摩擦与刺痛，我终于悟透了一个极其深刻的道理：不管子女有多孝顺，不管你们曾经的感情有多深厚，当他们有了自己的家庭、自己的事业和自己的生活节奏时，父母强行融入进去，本质上就是一种无形的越界和打扰。这就像企业间的强行并购，如果双方的企业文化和运营节奏完全不匹配，哪怕投入再多的资金，最终也会演变成一场痛苦的内耗。晚年最好的活法就是做减法，失去边界感的亲情，最终只会在一地鸡毛中被消磨殆尽。于是我主动提出搬走。女儿当时眼眶瞬间就红了，死死拉着我的手，声音哽咽地说：“爸，是不是我们哪里做得不好？我们只是平时太忙了，工作压力太大，没顾及到你的感受，你别走好不好？”我笑着拍了拍她的手，心里一片澄明，平静地说：“没有，你们做得很好，真的很好。是我自己想回老房子住，那里有我的老街坊，有我习惯的节奏，我这个老头子在那呼吸都觉得更自在些。”就这样，我结束了第一条养老之路的尝试，带着几分释然，也带着几分清醒，回到了属于我自己的老房子，准备开启我的第二个计划。回到那座承载了我几十年岁月的老宅，我开启了晚年规划的第二步，尝试第二条路，雇请全职看护。在我的商业逻辑中，既然两代人相处有着难以逾越的情感羁绊与代沟，那么我花钱购买专业的服务，这总该是一场极其纯粹的商业交易了吧？只要给足了市场溢价，有白纸黑字的合同约束，就不该再有那些令人身心俱疲的情感拉扯与委屈。通过香港最顶级的家政陪护机构，我仔细挑选了一位30多岁、履历光鲜，据说有着丰富高净值人群陪护经验的男看护。最初的那段日子，一切确实如我所愿，甚至超出了预期。他受过专业训练，手脚麻利，每天按时准备3餐，打扫卫生、洗衣服，夜里还会极其贴心地端来温水提醒我按时服药。有一次，他甚至用心做了一道我潮汕家乡的特色菜，地道的菜脯煎蛋和一锅火候正好的砂锅海鲜粥。我吃得十分开胃，笑着对他说：“这手艺真不错，比我自己做的好吃多了。”他也笑得很灿烂，连说：“你喜欢我，天天给您做。”那一刻，我甚至觉得，或许这才是最适合我的养老方式，用真金白银购买高质量服务，简单高效，权责分明。但这种美好并没有维持太久。随着时间的推移，人性的弱点开始在这个封闭的空间里，像霉菌一样悄无声息地滋生蔓延。在商场上，我们常说距离产生敬畏，但当2个人24小时同处一个屋檐下，这层神秘的面纱很快就被撕破了。他开始敏锐地发现，这个曾经在外面呼风唤雨、执掌庞大商业帝国的李嘉诚，关起门来其实只是一个行动迟缓，需要极度依赖他才能维持日常体面生活的普通老头。一旦底牌被彻底看穿，权力的天平就发生了可怕的倾斜。他开始频繁地在工作时间刷手机、打游戏，对我的呼唤有时装作听不见，做家务也开始敷衍了事。客厅的地板经常只是随便拖一拖，
洗手间的角落里开始积累起一层淡淡的黄色污垢。更让我难以接受的是，他在金钱上开始有了小动作。每次我给他一笔现金去高档超市买菜，他带回来的菜质量越来越差，不新鲜的死鱼、枯萎的青菜叶子开始出现在餐桌上，而报上来的账目却一日比一日高。作为一个一辈子和数字、财务报表打交道的人，一个曾经对无数企业进行过严格尽职调查的商人，我怎么可能看不出这其中的猫腻？那些拙劣的假账，在我眼里简直如同透明。但我一开始竟然选择了隐忍，为什么？因为我害怕，这是我这辈子少有的几次感到深深的恐惧。在这个空荡荡的家里，只有我和他2个人。如果我当面戳穿了他，关系彻底闹僵，他万一在我的饮食里做手脚怎么办？万一在我半夜去洗手间摔倒，或者突发心梗需要紧急呼救的时候，他冷眼旁观，甚至故意拖延打急救电话的时间，我该怎么办？这种寄人篱下，甚至要看一个雇员脸色的委屈与恐惧，是我这辈子在波谲云诡的商场上从未体验过的。在商业世界里，遇到不合格的员工、违约的合作伙伴，我有100种方法可以合法合规的让对方出局，直接开除或是对簿公堂。但在养老的封闭环境里，在这个被4面墙壁围起来的私人空间里，雇主反而成了最脆弱的弱势群体，成了随时可能被拿捏的人质。真正让我下定决心辞退他的，是一次无意中的发现。那日我因为临时有事需要处理，去抽屉里拿我的一张备用银行卡，却发现卡的位置和原来摆放的角度不对。我心里咯噔了一下，凭借多年的商业直觉，我立刻让女儿帮我查询了近期的账单流水，结果不出所料，竟然有几笔莫名的深夜网购消费记录。那一刻，我感到的已经不是愤怒，而是一种彻骨的寒冷。而在我90多年的阅历中，人性恰恰是最经不起考验的。把晚年的底线交给陌生人的良知，是一项回报率极低、风险却高得可怕的投资。在经历了家庭同住的隔阂与雇佣看护的绝望后，我不得不把目光投向了第3条路，入住机构化的养老院。在我的认知里，这总该是最专业、最无懈可击的选择了吧？有完善严苛的管理制度，有24小时轮班的专业医护人员，有无死角的安全监控，总不会再出现看护个人道德素质低下所带来的巨大风险了吧？只要资金充裕，这似乎是富人晚年最稳妥的避风港。在经过长达数月的综合考量，甚至让助理团队实地考察了多家全球顶级的养老机构之后，我最终选择了香港本地一家极其高端的养老中心。那里环境幽静，背山面海，拥有独立的私家花园和一流的医疗康复设施，对外号称提供5星级酒店式的管家服务和全方位的健康管理。在缴纳了极其高昂的入门费和每个月不菲的管理费后，我带着简单的行李，满怀希冀地住了进去。然而，入住后的第1个夜晚，我就彻底失眠了。虽然我住的是最顶级的单人套房，但医疗机构特有的氛围依然无法掩盖。深夜里，走廊里不断传来护士定时查房的轻微脚步声，隔壁房间老人因为病痛发出的微弱呻吟声，以及各种医疗仪器冰冷的滴答滴答声。那一刻，我躺在符合人体工学的标准化病床上，看着天花板，感觉自己根本不像是来安度晚年的。我恍惚间觉得自己像是一个等待被修理的坏掉的机器，被整整齐齐的码放在了车间的流水线上。年轻时，我曾在塑胶花厂里没日没夜地看着流水线运作，看着那些毫无生命的塑胶被压磨成型打包。而此刻，我悲哀地发现，在这个高度商业化、制度化的养老机构里，我这个90多岁的老头，就是他们流水线上的一件库存商品。在这里，你不再是一个有独立个性、有尊严、有着厚重历史底蕴的人，你褪去了一切社会身份，只剩下一个房间编号、一个床位、一个需要被按时测量数据的管理课题。这里的一切都是被无情且精准的格式化的。
这就是所谓的标准化作业程序。清晨6点半准时开灯，刺眼的白光会强制唤醒所有人。护士推着冰冷的不锈钢小车进来，面无表情但动作标准地为你测血压、发药。7点半，你必须排队去专属餐厅吃那些经过精确计算卡路里的统一营养餐。上午9点是强制的集体活动与康复时间。有一次午餐，我因为上午胃口不佳，想多拿一块白水煮鸡胸肉，打算留着下午稍微饿的时候吃。旁边的一位高级护工立刻快步走过来，用一种教育不听话小孩的严厉口吻，当众对我说：“李先生，我们的膳食都是营养师根据您的体检报告精确配比的，不能私自多拿，而且绝对不能留到下午，容易滋生细菌吃坏肚子，到时候这个医疗责任算谁的？”那一刻，我拿着筷子的手僵在半空，周围所有老人的目光齐刷刷地落在了我身上，我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直击灵魂的羞辱。短短几个月后，我的高血压指数一路飙升，整个人肉眼可见地瘦了一大圈。私人医生来复诊时告诉我，我是因为长期精神焦虑，处于应激状态且睡眠严重不足导致的内分泌失调。那一刻，我看着洗手间镜子里自己那张憔悴、毫无生气的脸，我终于做出了决定，我要离开这里，我绝对不要再在别人的屋檐下，在冷冰冰的制度里，在别人的眼色中摇尾乞怜的苟活了。我让助理立刻办理了退房手续，背起简单的行李，头也不回地搭上了回家的专车。看着车窗外的蓝天与维多利亚港的点点波光，心中有一种重获自由的解脱，但同时也充满了对未来的巨大迷茫。如果这3条路都走不通，我该怎么老去？难道我真的只能在这个世界的角落里孤独而凄凉地等待着终局的到来吗？回到熟悉的老房子之后，我遣散了所有的随从和佣人，一个人静静地坐在沙发上，任由夜幕降临，黑暗慢慢吞噬整个客厅。只有窗外的街灯穿过窗帘的缝隙，在地板上投下一道斑驳的光影。我抬起头，看向客厅墙上挂着的那幅画像，那是我的亡妻庄月明。她正温柔且安静地注视着我。我自言自语地对她说：“月明，我回来了。你如果还在，肯定也舍不得看我住在那些冷冰冰的地方吧。”那一晚，我没有开灯，我就这样静静地坐着，脑子里开始飞快地运转。作为一个一辈子都在商业世界里搏杀，都在解决危机，都在逆境中寻找生机的人，我突然意识到，我不能再这样被动地等待别人来安排我的晚年了。既然过去的3条路都被证明是行不通的死胡同，那我就必须打破常规，自己去创造第4条路。这就像当年面对亚洲金融风暴一样，面对看似无法逾越的鸿沟与绝境，你只有主动出击，进行底层逻辑的资产重组和战略转型。不久后，长子来看望我，看着他因为管理庞大企业而略显疲惫却依然关切的眼神，我心里突然亮了一下。一个极其大胆的晚年资产重组计划在我脑海中彻底成型了。我看着他，语气郑重地说：“孩子，爸爸有个想法。这个想法可能听起来有点颠覆我们华人的传统，但我真的很想试一试。我的计划是，对我目前的居住环境和养老模式进行一次彻底的轻资产运营。这栋承载了无数记忆的老宅，空间实在过于庞大，上下楼梯极多。对于一个体力和精力都已经在走下坡路的老人来说，过大的物理空间不仅不是享受，反而是一种沉重的管理负担和安全隐患。哪怕有再多的佣人打扫，那种空旷感也会无端消耗老人的生命力。我要搬出这座大宅，在他居所附近步行只需10分钟的成熟高档社区里，买一套面积适中、大概100平方米左右的平层公寓。这套公寓必须具备3个硬性条件，这是我给自己定下的晚年风控标准。第一，必须在拥有顶级电梯设备的平层，全屋要进行适老化无障碍改造，确保我进出方便，即使日后需要依赖轮椅出行也不受任何阻碍。第二，
社区的物业与安保管理必须是全港顶级，保安要24小时负责，医疗急救通道要随时畅通，这样我的基本生命安全才有绝对保障。第三，也是最核心的一点，它离你们必须足够近，但我们又完全独立居住。这就是我反复思量后得出的晚年生活哲学：离群不离独的物理距离。一碗热汤端过去刚好不凉的距离，才是最完美的、不具压迫感的亲情距离。长子听完我的构想，一时间有些错愕。他问我：“爸，您是说您要自己一个人搬出去住？您不需要我们在身边，也不需要那些全职的贴身护工了吗？这让外界怎么看我们？”我看着他，目光坚定地点了点头。是的，我要自己住，但我们之间要建立一套全新的商业合约。我深吸了一口气，将我的全盘计划拖出。我日常的餐食供应和基础照看，交由你们来统筹安排。你们可以自己准备，或者安排最信任的人送过来，每天在固定的时间来看看我。作为回报，我会按月支付你们一笔薪水，按市场最高级别的管家标准来给你们结算。看着他震惊的神情，我温和但极其严肃地补充道：“孩子，听爸爸把话说完，这不是侮辱，更不是见外，这是对我们2代人尊严、自由以及亲情关系的最好保护。在过去的观念里，父母总觉得子女照顾自己是天经地义的，这种无偿的建立在道德绑架之上的孝顺，时间久了，在现代社会巨大的生存与工作压力下，必然会滋生子女的疲惫与怨气，同时也会加重老人的内疚感。你们有庞大的企业要管理，有自己的家庭要照顾，如果把精力和时间全绑在我这个老头子身上，对你们不公平。如果我用商业的契约精神来处理这件事，你们付出了时间和心力，得到了应有的报酬，这笔钱可以作为你们家庭的额外基金。而对我来说，我付了钱，我就拥有了消费者和雇主的权利，我可以坦然地享受你们的照顾。遇到不顺心的地方，我可以大方地提出来，而不需要小心翼翼地去讨好你们，生怕给你们添麻烦。我们之间既保留了血浓于水的亲情底色，又划定了清晰健康的边界感，这样的关系才能走得长远，走得体面。我们还立下了明确的规矩，每年的全身体检我必须按时配合，一旦身体出现任何不适，我绝对不逞强，立刻按下紧急呼叫按钮向你们求助。你们拥有我新公寓的备用钥匙，有权随时来探望我。他看着我，沉默了良久。作为一个同样在商场上杀伐果断的接班人，他听懂了我这套逻辑背后的深意。他眼眶微红，最后终于点了点头，握住我的手说：“好吧，爸爸，我答应您。但您也要答应我，一定要好好保重身体。您要活得久一点，这份合约我们才能一直执行下去。”我们父子俩相视而笑，那一刻，空气中长期盘旋的沉重、焦虑和那种无法言说的隔阂感，似乎瞬间被一种久违的轻松和温情所彻底取代。我找回了主动权，也找回了久违的安宁。说干就干，这是我一贯的行事风格。在商场上，决策一旦落定，执行力就是决定成败的唯一标准。在人生规划上亦是如此。搬家那日，我没有大张旗鼓，我只带了2个轻便的行李箱，里面装着几套常穿的舒适衣物，以及几样最简单的生活必需品。那些庞杂的旧家具、价值连城的古董花瓶、不常用的老物件，我全部留在了老宅里，准备随后让拍卖行处理掉，或者直接送给有需要的人。晚年生活本质上就是一场彻底的资产与精神的断舍离。你拥有的物质越多，他们对你的束缚就越深。为了让大家更直观地理解我这次晚年资产重组的核心逻辑，我曾在心里反复推演过这种转变。在传统的被动依赖型养老中，长辈默认子女无偿照料，容易产生道德绑架与暗中怨气。而在我创新的主动控股型养老中，我们建立了清晰的商业契约，支付高于市场的合理薪酬。在权力地位上，
长辈不再沦为附属品，处处看年轻人脸色，而是作为消费者享有绝对的生活自主权。在物理空间上，我们避免了2代人空间重叠带来的内耗，保持了步行10分钟的黄金安全距离。最终在情感状态上，我们卸下了包袱，边界清晰，亲情回归了纯粹与轻松，奇妙的变化，也就是从合约生效的那一日开始发生了。自从我们理清了这种有偿照护的清晰边界后，孩子们对待我的态度，非但没有变得生分，反而比以前同住时更加主动、自然、很亲密了。以前他们来看我，总像是带着一种完成家族任务的沉重感，生怕我哪里不满意，生怕我因为寂寞而发脾气。而现在，长子会3天2头在通讯软件上给我发一些全球宏观经济的新闻，调侃地问：“老爸，您对最近联准会的决策有什么高见？您这大脑还跟得上时代吗？”那个以前嫌我笨、不怎么和我说话的小孙子，竟然也主动打电话给我，兴奋地说：“爷爷，我听爸爸说您搬了新家，买了新平板，要不要我周末过去帮您安装最新的人工智能软件？我还能教您怎么用它下国际象棋。”那种感觉如同枯木逢春般奇妙。我并没有因为在亲情中引入了金钱的契约而失去亲情，相反，正是因为我主动卸下了我会拖累你们的巨大道德包袱，让他们在面对我时不再有沉重的心理压力和内疚感。他们开始真正把我当成一个独立的、有趣的、值得尊敬的老头去平等交往，而不是一个需要被供奉在神坛上或者被小心翼翼看护的易碎品。而我也终于在他们面前重新找回了一个父亲该有的尊严、从容与幽默感。住进新家后的每一个清晨，我都过得无比惬意与奢华。请注意，我说的奢华绝不是指鱼翅燕窝或是金碧辉煌的装潢，而是那种对时间和空间拥有绝对支配权的顶级奢华。我特意提早起床，自己推开阳台的落地窗，迎面吹来维多利亚港微凉的海风，楼下是热闹的街市，有便利店，有早茶铺，还有一家香火很旺的老药局。空气里混合着新鲜出炉的虾饺、热豆浆和城市特有的喧嚣味道。这种充满了人间烟火气的生机，让我觉得无比踏实。这证明我还真真切切地活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日常的修养，我也没有让自己的大脑停下来。这是我给自己定下的独立养老3大支柱。第一是财务的绝对独立，不把财产过早、过度的全部交接，手里必须留有足够的现金流作为保命底牌。第二是物理空间的独立，坚守离群不离独的原则，拥有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避风港。第三是精神世界的独立，保持终身学习的习惯，不与社会脱节，不让大脑萎缩。我主动报名参加了社区活动中心举办的银发族数位生活班，每周2次，走路10分钟就到了。在那里，我像个小学生一样，认真学习如何使用最新的智能手机支付，如何进行在线挂号，如何使用各种串流平台看纪录片。在那个小课堂里，我认识了几个同样选择独立养老的新朋友。我们在一起喝喝茶，聊聊当下的国际时事，互相交流哪里的菜市场买海鲜更便宜，哪家公立医院的医生查房更有耐心。在他们眼里，我不是什么高高在上的首富李嘉诚，我只是一个偶尔会忘记密码，喜欢和大家开玩笑，穿着普通棉质衬衫的90旬老头。